如果可以重启人生，你会如何选择？毫不犹豫按下重置按钮，还是……这是一个男人设法从自己的生活中消失的故事。1991年6月25日早上，34岁的艾瑞克·迈尔斯离家前往圣地亚哥参加一个房地产研讨会，但令所有人不能相信的是，自从那天开始，艾瑞克就像一个谜团一样消失在他亲人的世界里。所有的线索显示，艾瑞克从凤凰机场出发，到达圣地亚哥后，被主办方接到酒店，在参加会议的第一天就退了酒店的房间。他甚至没有完成参会第一天的议程，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年仅8岁的女儿科尔几天后得知自己的父亲不知所踪，晚上睡觉的时候尖叫着从梦中惊醒，吵闹着要他的父亲回来陪他。很显然，艾瑞克是个受到孩子们喜欢的父亲，这一点科尔的母亲安妮表示肯定。她的丈夫在失踪前确实是个让孩子们爱戴的父亲。还有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艾瑞克并不是一个惹是生非的人，相反的，他是一个英俊的房产经理，和蔼可亲。他和他的妻子可以说是美国梦的成功典范。在他们的2个女儿艾琳和科尔出生后，他们又从越南领养了3个男孩，5个孩子，2套房，5辆车，包括一辆经典的阿尔法。认识艾瑞克的每个人都认为，他就是活在众人的梦里，活在超现实的美国梦里。总之，钱不是问题。那么，这个家伙怎么就这样消失了呢？美国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2州的警察证实，艾瑞克就是这么不可思议地消失了。这其中包括了艾瑞克的父母重金聘请的私家侦探所下的结论：没有尸体，没有消费记录，没有交通记录，毫无踪迹。一个健康成功、有妻有儿的美国男人，就这么在日光之下从地球上消失了。扑朔迷离的表象之下，往往真相更令人哀叹。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今天我们就一起观察这起离奇更离谱、当年震惊全美的艾瑞克神秘消失16年后离奇再现的故事。或许真相真的是让你无法想象。在最初调查的几天里，圣地亚哥的警察在瘾君子出没的地方发现了艾瑞克的钱包，不远的一张 CD 盒里又发现了他的身份证件。这个地方都是瘾君子嗨爆后丢垃圾的地方。艾瑞克失踪1个月后，2州警察出具了3份调查报告。其中一份显示，艾瑞克很可能是被随机抢劫杀害了；另一份显示，房地产的航空公司确实发生了劫机事件，但伤亡人员的名单里并未出现艾瑞克·迈尔斯的名字。至于第3份调查报告，现在看来还真是一个奇怪的推论。这份推论里，艾瑞克变成了一个解救苦难的英雄。艾瑞克在某个时间点，从一个试图逃离亚文化的暴力机车帮中救了一个女人，他收留了她，给了她庇护。那些飞车党追杀了艾瑞克，所以艾瑞克消失了。事情很快变得复杂起来，因为这些线索逐渐让办案的警察走进了死胡同。艾瑞克仍然没有任何踪迹可寻。与此同时，艾瑞克的家庭也已经支离破碎。每当孩子们问及安妮：“妈妈，爸爸为什么不回家了呢？”安妮似乎除了抱着可怜的孩子们，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的，其他的毫无办法。几周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爸爸仍不见踪影。安妮和她的孩子们被迫继续生活，庆祝生日、毕业舞会、毕业典礼都没有了艾瑞克。艾瑞克的妻子安妮·迈尔斯自从艾瑞克失踪后，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请求。后来，艾瑞克的家族依法宣布了艾瑞克的死亡，尽管没有尸体，没有葬礼，甚至这家没有公开举行艾瑞克的追悼会。除了政府开具的艾瑞克死亡证明，其他之外什么都没有。1996年6月30日，安妮兑现了一份价值近100万美元的保险。故事讲到这里，事情似乎有了一个合理的结局，然而并没有。令人不安的问题依然存在。起初，安妮无论如何都不相信艾瑞克已经死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安妮告诉孩子们：“我倒是真的希望他是真的死了。”是的，她希望她的丈夫是真的死了，因为安妮听到了一个让她几近崩溃的说法：
找到一具尸体总是要比找到一个活人要容易得多。如果一个活人不想被发现，那就意味着他根本不想待在他所生活的地方。换句话说，艾瑞克根本不想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他选择了消失。艾瑞克·迈尔斯真的不是被谋杀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就真的完成了本世纪最伟大的越狱行动了，而且他成功的逃脱了。观看影片的你估计会联想到科技高度发达的定位识别科技，但请注意，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初，麦当娜统治着流行排行榜，智能手机是未来的东西，没有社交媒体或 GPS 来帮助追踪失踪人口。正当安妮忙着5个孩子的生活起居的时候，在墨西哥卢卡斯的卡布尔森以南近1000公里的地方，一个完全不同的场景正在上演。这里有温暖的沙滩和色彩缤纷的冷饮，是一个绝佳的度假胜地。这里出现了一个自称是罗伯特的新人，他经常做一些零工，比如保镖、体育教练。没有人接近他，也不知道他是谁，更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一贫如洗的他，甚至不知道下顿饭该从哪里下手。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失踪的艾瑞克·迈尔斯。非常让人惊讶的是，墨西哥之旅，罗伯特持续了4个月，他没有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4个月之后，罗伯特返回了美国。然而，他并没有返回凤凰城的家中，而是去了加州的棕榈泉，然后是好莱坞的利兹沙漠游乐场。从鼠邦到猫王到芭芭拉·斯特兰森都在这里安家。那么，已经如此贫困潦倒的艾瑞克，为什么会出现在如此昂贵的地段，自称是罗伯特兰呢？来，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16年后出现在电视机上接受媒体采访的艾瑞克·迈尔斯。艾瑞克所解释的一切魔幻的程度，让他的妻女崩溃的同时，让他的父母也难以承受。尽管他的父母最终选择了接纳现在的他。艾瑞克说，他是母亲唐和父亲琼·迈尔斯在菲尼克斯郊外出生的5个孩子中的老三。他从小生活在保守富有的迈尔斯家族，在豪宅风景如画的高尔夫球场和有影响力的邻居之间长大。他拥有一切优势，最好的学校、最好的社区、最好的玩具。在高中的时候，艾瑞克是一个受欢迎的班长，性格开朗的艾瑞克是全班同学的开心果。大学期间，艾瑞克始终无法摆脱对一个可爱女孩的回忆，那就是他未来的妻子安妮。于是他在无法控制的情绪里，通过电话向安妮完成了求婚。艾瑞克和安妮以及整个迈尔斯家族都是虔诚的基督教教徒。他们在婚后孕育了2个女儿，艾琳和科尔后。很快的，他们就收养了3个来自越南的男孩。安妮和所有的基督教家族的妇女一样，专心在家相夫教子。艾瑞克在父亲蓬勃发展的房地产业务中担任物业经理，一切看似完美而幸福。然而，一切的变故发生在1991年6月25日，也就是艾瑞克前往圣地亚哥参加一个房地产研讨会时，他的家人几乎不知道他就此不会再回来。到达圣地亚哥后，被活动主办方安排进酒店后的艾瑞克，痛苦的情绪达到了顶点。他对记者说：“我只想结束这一切，这痛苦的一切。我不记得我住进了酒店，更别说是哪一家酒店了。我甚至不记得退过房间。”退房后的艾瑞克在圣地亚哥的街头游荡，记不清楚在哪天遭遇了抢劫。然后他在一家破旧的汽车旅馆过夜，口袋里只剩下几百美元。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在绝望的情绪里向南去了墨西哥。具体的旅游细节，艾瑞克说他记不太清楚了，但他记得在蒂华纳过境，并买了一张去往卡波、圣卢卡斯的巴士票。也正因为在卡波，温暖的沙滩提供了一种完全逃离生活的方式。这种生活隐藏着一个秘密，彻底动摇了他的宗教根基。在6岁的时候，我知道我被同性吸引，非常强烈的被其他同性吸引。迈尔斯坦言，因为他是同性恋，他从小就觉得自己是被创造的一个假角色。他说，他相信有一个女朋友会帮助他感受到他应该感受的感受。为了帮助自己找到那个女朋友，
13岁时，艾瑞克让自己成为狂热的福音派教徒，但艾瑞克的心里又有另外一个声音告诉自己，这是不对的。我的内心告诉我自己，我想和男人在一起。当福音派信徒的身份无法帮到自己的时候，艾瑞克认为与安妮组建家庭或许能够帮到自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最终，在前往圣地亚哥参加研讨会的酒店里，这个谎言击穿了自己。到达酒店的那天，艾瑞克的不安与恐慌达到了顶点。当艾瑞克坐在卡布的海滩时，他对自己说：“请给我1周的时间，我想试着了解我自己，或者2周。即使这样做了，我仍然可以再回到凤凰城的家里。”然而，艾瑞克并没有再回去。2周变成了4个月，即使一个电话也都没有打回去，而是去了加利福尼亚的棕榈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艾瑞克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游客肖恩·龙，并且很快同居在一起。在这期间，艾瑞克使用了不同的身份，从事不需要身份证的零工。这段时间，我尽量避免去想那些已经离开自己的过往。我无法否认，这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事情，但没有人是好人，也没有人是坏人。艾瑞克如此描述自己当时的行为。艾瑞克的秘密无疑伤害了现在已经30岁的女儿科尔。科尔说，他很难不去想念自己失踪的父亲。我第一次开始偷酒的时候是11岁，那时我已经清醒地认识到，那样会让我没那么难过。我的母亲是我见过最伟大的母亲。所有的孩子只要一个电话，妈妈，我需要你，母亲绝对会在最需要的时候放下一切过来陪我们。科尔这样描述母亲安妮这么多年来无私的奉献。2007年，艾瑞克失踪16年后，一封神秘的电子邮件信息开始出现在迈尔斯的朋友和家人的收件箱中。你想知道艾瑞克·迈尔斯发生了什么事吗？这是一封由艾瑞克亲自发出的邮件，这也意味着艾瑞克杳无音讯16年后要回来了。艾瑞克的母亲是第一个选择接受艾瑞克回归的人。那一年，艾瑞克与其他大多数的兄弟姐妹也重新建立了联系。她和她的男友龙也搬去了与父母同住，并在父母最后的几年里得到了他们的照顾。然而，艾瑞克的回归却对他的前妻和孩子们造成沉重的打击，尤其是他们的小女儿科尔。她已经是2个孩子的母亲。科尔说：“我并不认为他的离开是可以被原谅的。如果他是爱我们的，他就不会觉得那个时候离开我们是可以的。”自从父亲回来后，科尔只见过1次，远远地看了一眼，没有说出一个字，不知道如何说或说什么。当支付了死亡抚育金的力保人寿保险公司得知艾瑞克·迈尔斯还活着时，他们立即起诉了迈尔斯一家，要求赔偿100万美元加利息，以及涉嫌诈骗的刑事诉讼。一家人需要展开上诉，否则他们将要承受巨额的天价赔偿以及刑事方面的追责法律问题。这也是迈尔斯家族引发争议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整个家族陷入了感情混乱之中。让他回来几乎让他一开始离开更痛苦。科尔几近哽咽地回答记者的提问。面对这个更加复杂的局面，艾瑞克说，伪装生活是一座可怕的监狱，这一切源自于他无力承担的同性恋身份。科尔对此嗤之以鼻。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同性恋朋友，我想他们中有99.99%的人永远不会选择这么做。这个锅绝对不要因为这个自私的男人让他们来背。我只是相信这个男人是没有爱的能力。让我们回到故事的开端。如果可以重启人生，你会如何选择？毫不犹豫按下重置按钮，还是……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关注万象的频道，平安喜乐。